好，同学们，我们针对之前做这个平面图的时候，大家套图框，然后有一些问题，我们再重新的，从头开始，由第一步我们开始做这个绘制墙体开始，来一步一步的教大家，怎样用一个快速正确的办法，去把利用模型和布局相结合去制图，并且呢，在这个布局的界面下呢。如何去套图框主要是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这条视频的讲解。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打开一个在这个 CAD 桌面上打开一个新建一个 CAD 先重新打开它，新建一个 CAD。这个呢就是我已经事先打开好的了打开好之后呢，我们去这个图层整理这个 CAD 的文件中，这个 DWG 的文件中，把这一个区域把所有的这些图层线，有关图层线，还有最开始的一些像这个材质以及标高的这些符号，可以一起给它捎带上给它 Ctrl 加 C 然后再回到我们新打开的这个 DWG 文件里，然后给它 Ctrl 加 V 给它复制过来，复制到这个新建的 CAD 文件中。然后呢，我们开始注意这一切复制呢，你先给它复制到这个模型的这个界面下，而不是要复制到这个布局的界面下我们一定要先到模型界面下。然后呢，选中我们最开始要绘制的是墙体，对吧？而且绘制的是原始的这个建筑墙体。那我们先选中这条原建筑墙体的这条线选中它之后呢，把它这个图层，你看它在图层这个界面中已经把它这个图层线给显示出来了，对吧？我们一定要给它置位当前，多摁几下有的时候摁一下可能电脑反应慢或者鼠标的问题没点上。摁完之后呢，我们开始新建的这个墙体用 PL 线 PL 空格输一个30米，然后向下一个10米，向左10米，向下10米，向左20米，然后给它闭合上。现在我们是墙体的一个单线，然后给它偏移一下 ，O 空格偏移一个240就可以，240空格。当然，这个墙体的厚度呢，根据你这个具体的实际去测量的厚度去绘制它这个厚度。我这个先是举例这个是我们简易的墙体画完了，然后我们再简易的画一个柱子选中柱子这条线同样是给它在图层这一块将对向的图层置位当前，多摁几下。按完之后 ESC 退出一下，然后我们绘制一个400乘400宽的柱子 ，PL 空格以这个点为顶点，向右边400，向下400，向左400，上去闭合上。柱子的填充我们暂时先不填了把这柱子再复制几个。就简单放这儿吧。其实正常有的时候这个中间也应该来几个柱子。假设中间这儿再放个柱子 ，Z 空格 A 空格调整一下。当你这个界面好像被锁定被固定住，你不能这样挪动的时候呢，你摁一下 Z 空格 A 空格调整一下这个图形大小，然后再摁一下鼠标滚轮摁一下就可以给它自由的活动了。然后接下来呢，可能我们再做一两个这个标注的样式，再选中这个标注的线给它置位当前，然后 DLI 空格这是标注。我们一般情况下室内图呢，就是以这个墙体的这个内线为边界去画这个标注。
如果要是建筑呢，一般是以建筑的图是以轴线啊，但我们绘制的一般情况下是这个室内图，都是以这个墙体内线为准去绘制。这个大家可能看不清这个标注的字的样式，对吧？我这简单改一下啊。这个具体的怎么改呢？大家那个在标注修改的这个视频中去看一下。我们主要调一下它文字的大小吧，文字的高度不调，调整这个比例调成120，确定，置为当前，关闭，然后文字显示出来了，把基本的标注的这个线给它改过来，确定，置为当前，关闭。斜线，好，这个看着舒服一点。现在呢是假设说我们这个原始结构图啊，在这张图中画的基本的东西画完了，然后我们再新建一个这个拆改的这个墙体的图层啊，新建一个，新建图层在这儿建，按下它，然后命名一下，拆改墙，拆墙吧，然后给它置为当前，给这个新建的图层置为当前，关闭一下它，简单画一下 ，L 空格，行，就画在这个位置了，画一个2米，100。好，现在就是假设说我们这个原始结构图已经给它画完了，然后下一张图我们要画墙体定位图了。墙体定位图有的时候呢又称为这个新建墙体这个这样的一个图名啊，但一般情况下我们叫这个墙体定位图。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涉及到要去布局中了啊。然后现在我点一下布局，点一下布局。点一下布局呢，我们默认是到一个这个你直接能看到我们模型刚才绘制图形的这样的一个界面，但是千万不要在这个界面中去做图啊，我们给它缩小一点，然后给它移动走，移动走之后呢，我们导入一个图框，这回呢我把这个 A3 的图框给大家设置好了，不用大家再给它缩放了。之前的录的那个视频里呢，为了教大家一下这个 AL 这个对齐缩放，然后有的同学可能这一步的时候绕晕了啊，那现在我直接把这个图框把图框给它找到这个 CAD 文件然后把这个 A3 大小正好的这个条多余的线删除掉。把正好的这个图框 Ctrl 加 C 然后 Ctrl 加 V 到这个界面里 Ctrl 加 V 然后给它复制过来。现在我们去 DI 量一下它的尺寸 ，DI 空格，看一下这边是420，那这是一个正好的尺寸，对吧？正好的尺寸。这个图框注意，我们此刻还没画 MV 呢，对不对？我们是到布局里是先导入的这个图框一定要先导入这个图框，然后在这个图框里去画 MV， 对不对？昨天有同学做图就是很多你是先导了一个 MV， 然后再把图框导到了你这个模型里导到模型里直接过来，然后告诉我说我这个图框为什么找不到了因为你在那个模型里的时候，你那个图框可能跟你要隐藏的线，比如说你可能放在拆改墙体这个图层下了，然后这样呢，你在给它导入布局的时候，你这个图里整个把拆改的这个墙体这个图层全都给它隐藏掉了，那你的图框当然就看不到了。为了保证你这个图框一直能看到，一直可视，怎么办？只能说是你到这个布局的第一步就把标准的图框先导到这个布局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在它这个图框的内框开始我们才开始画 MV 的框。现在来看 MV 空格，点它的内框左上角，点它的内框右下角
啊，这样我们就把模型中的这个图给它导进来了，对吧？导进来呢，双击一下啊，这里面。双击一下，双击里面呢，然后发现这个物体可以在里面移动了，对吧？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这儿。我们可以调整布局里的内容了啊，这个就可以了。现在呢，先给它大概的把这个布局呢，它在布局中的这个比例给它调整一下。我们大概给它调整一个在中间的位置。至于这个大小不用调整，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这个A3里啊，这个是要调1:100这样的比例啊，1:100或者是1:50这样的比例。那我们先试一下，它这个图1:100可不可以啊？调整比例呢是 Z 空格 S 空格啊，然后比例因子是1斜杠100 X P 回车啊，回车是不摁空格，用摁 ENTER 回车啊。这个时候发现1:100正好适用我们这个图，然后只要是摁着滚轮稍微给它往左拽一点就行。但这时候你摁着滚轮，千万不要滑动滚轮。滑动滚轮呢，你这个角落这块这个比例就会变了啊。现在我们最后锁定之前呢，看一眼这比例变没变，它没变啊，它是1:100啊，那就可以了。我们摁这个锁头，给它锁上。这样呢，我们在这个图里面去如何的选中啊，是删除啊，还是回来再给它拽回来，怎么折腾，它这个都是固定的比例了啊。这样，现在呢，我们算是在布局里绘制第一个原始墙体图呢，算是成功了。然后我们摁这个 MV 这个绘制的这个图框外啊，双击2下啊，就退出了这个原始结构图的这个编辑啊，退出了编辑，在外了。在外你退出之后，你才可以编辑这些图框啊。你此时你是编辑不了里面的，但是你可以编辑外面，对吧？而你回去点一下里面，点里面的时候呢，它这个 MV 变粗线了啊，里面的东西你都可以调整，但是外面这个图框你控制不了了啊。这个是 MV 框啊，控制视口里和视口外。的这样的一个区别，有些同学在这块呢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这块我简单也讲解一下。这是第一张图，然后第二张图怎么绘制啊？把它选中，把这个原始结构图选中，然后 CO 空格啊，点一下这个点，往右边拽一下，复制上。这个步骤呢，注意啊，它一定是都在同一个布局里，对不对？有的同学呢，我看见的是原始结构图放了一个布局，然后定位图放了一个布局，然后这个平面图自己又放了一个布局，那这是不对的。我们所有的这些图，施工图里的内容都要在这一个布局里画啊，千万不要自己再建其他的布局了啊，就在这一个布局里画。好。现在我们来改一下这个墙体定位图。墙体定位图呢，我们双击一下这个 MV 这个内框，在这个图里呢，我们要拆改的这个墙体不要了，对不对啊？那我就选中这个要拆改的这个线，然后呢，在这个图层里啊，给它下拉下来，在这一个 MV 的窗口下啊，把它的这个小太阳关掉。然后这样呢，我们在这个墙体定位图中就看不到已经被拆改掉的墙体了，而在这个原先的这个原始结构图里是可以看到的啊。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一个这个新建的这个墙体定位图里呢，画新建的墙体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模型中了，其实可以回到模型中，因为在模型中我们去找这个新建的墙体线相对较方便一点。选择新建的墙体线，然后给它置位当前，置位当前，然后到这个图形中去画一下 PL 空格，从这开始新建，新建一个3米，这边150。好了，新建完，我们再到布局中去看一眼，到布局中啊，看这2个图里都有这个新建的墙体，对吧？
那么在这个原始结构图中，我们要把新建的墙体给它去掉，那就一样是给它隐藏掉啊，选中新建的墙体，然后把它这个图层啊选中，点它的这个小太阳，给它变成雪花。注意啊，有的同学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选中这个新建的墙体线了，我知道我要去把这个太阳给它改成这个雪花，对吧？我知道这点，但是呢，我先点了一下它，我就以为我已经把这个雪花点上了，但事实上并不是。你点它一下，你只是把这个下拉菜单拽出来了。你只有在这个下拉菜单中，你才能真正把这个雪花点上啊，才能真正隐藏它。好，点上之后回来点一下，看一眼啊，在这个原始的这个图里，我们就看不见新建的墙体了，而在这个墙体定位图中可以看见，对吧？那好，现在呢就基本上我们只当是它这个墙体定位图也给它绘制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再绘制这个平面布置图啊，平面布置图一样啊，在这个基础上给它 CO 空格，复制一下，复制一条，然后一样呢，在这个在这个平面布置图中，我们再去添加这个家具，对吧？添加家具，然后在家具顶上呢，再给它增加这个图层，对吧？有一些像这个呢，我也具体给操作一下，因为这块有的同学也遇到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还是先回到模型中去做一下这个图，咱们先画一个地面铺装啊，我们找一个铺装，就这个天窗吧，地面天窗这个图形，然后给它置位当前，置位当前之后摁一下 ESC， 我们好编辑一下。比如说这个空间中，我给它延伸一下，在这个空间中，我们去进行这个地面的铺装。摁一下 H 空格，选择一下我们假设它是地板，这个选择这个图名，确定，然后选择对象，选择我们刚才描的这一边然后当时没用那个 PR 线画呀，没用 PR 线画，弄填上了。天上呢，它比例有点太密了，密呢，我们双击一下它，调整一下比例，调整50，看一眼，50好像差不多，应该是刚刚好，50是我们想要的这样的天窗的大小。然后接下来我们导一个家具，这个也是打开一个常用的图库。大家可以这个调的时候调这 GBC，稍等一会儿。我们去这个平面图库里找一个简单点的，找一个简单的床，这个 Ctrl 加 C 然后回到我们自己新建的这个里面，Ctrl 加 V， 把这个床导过来。我先首先导过来之后呢，我们这个家具其实它都不在我们所设定的这个活动家具的这个图层下，那我们需要先把导这个家具给它打散掉，X 空格打散掉然后呢用 MA 空格扫一下这个我们想让它在的这个图层，点一下它，出现小刷子以后呢，从左往右给这个家具框一下，而现在我们再看。它已经是在这个活动家具的图层下了
啊，是这样的。然后再把这个家具给它摁下 B 空格，随便输入一个块的名称啊，随便敲，然后确定。哎，它还是地面填充的图层哈，再给它打散掉。因为最开始我们没给它彻底打散。那再重新扫一下 ，MA 空格，扫一下这个活动家具，选中它啊，这回才是真正的变成了这个家具的图层。这个问题呢，有的同学可能也会遇到啊，像我一样，你给它打散的时候，不是说你给它选中一下，然后一下摁下 X 就可以彻底打散，有的时候呢，它可能这是建了一个组。然后这个其他的东西它又建了一个组，所以你打散那一下，没彻底给它打散，还有别的东西没打散，所以说我们去检验它的方法，怎么是真正打散呢？就选中它之后，多个点，就能选多个点，或者是单独的能选一条线，这个才是真正的打散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再给它 B 然后给随便命个块，确定就可以了。然后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家具给它挪到 M， 给它挪到它的地板这个位置，然后发现这个家具并不能把地板这一块给盖住，对不对？但是我想要把这个地板给它盖住啊，怎么办呢？我们需要给它进行一下区域覆盖就是把这个家具的位置呢给它区域覆盖上，能给它画一下。那这时候我们需要自己建一个区域覆盖的图层选择这个图层然后新建一个区域覆盖，然后把这个区域覆盖图层置为当前，然后把输入法切换过来，在绘图里点一下绘图然后区域覆盖，选它，这时候区域覆盖我们不用完完全全的去沿着它这个边儿，像这个位置基本上可以忽略掉你就可以直接给它沿下来这样更容易一些。最后闭合的时候摁一下 C 空格是这样 C 空格。然后现在我们这个区域覆盖已经把它盖上了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先到一个这个墙体的图层里，因为区域覆盖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不见它，所以说我们画完区域覆盖第一件事就是先退出它的图层界面换成别的图层作为当前的图层，省着以后忘了，你在新绘图层的时候容易忘，还找不着区域覆盖这个线，就比较麻烦。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选中这个区域覆盖 M 简单给它移动一下，因为这样我们好观察一点。正常区域覆盖呢，它画完之后，默认在区域覆盖这个图层是在最上面，它像 PS 一样，也有这个图层，上面图层会压住下面图层，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而我们现在要画的这个区域覆盖家具，然后以及地面铺装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应该是家具这个图层在最上面，然后区域覆盖在中间然后最后呢，这个地面铺装在最下面，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就要去调整它们图层的位置了。那调整图层的位置呢，快捷键是 DR 空格，选择第一个这个家具然后再按一下空格，它就提示你了，它是在最前还是在最后？那我要最前，就摁一下 F 空格。现在看摁完之后，它已经在这个区域覆盖的上面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地板要在最后面，对不对？还是摁 DR 空格然后选中地板，刚才我们已经选中了，我想让它在最后，那就摁一下 B 空格现在它就在最后了，也就是区域覆盖能盖着地板然后家具盖着区域覆盖。接下来呢，我们把区域覆盖给它挪到它应该有的位置上。现在一看这个就是在平面图中比较好的，就是区域覆盖既能盖住地板，然后又不能盖住这个家具但是在画完之后呢，有的同学反映了说，这个区域覆盖因为它本身是有它自己的图层线的，对吧？
我们看一眼区域覆盖，它本身有一个这个，它自己是灰色的，而且它有一个这个粗细的长度。我们如何去把这个区域覆盖在编辑的时候，在这个打印的时候，让这个线区域覆盖的线，你看正常能看见啊？我们假设一下打印啊 ，Ctrl 加 P， 我们就打印这个位置，看一眼，看是可以看到区域覆盖的线的，对吧？但是正常我们不想要看到区域覆盖这个线，对不对？啊，那怎么办呢？我们输入一个快捷键啊，叫这个拿笔记记一下啊 ，WITEOUT 啊，然后空格。我们选择这个 F 啊，它写的边框嘛，对不对？我选 F 空格，然后它问你这个区域覆盖是开或者是不开，那这区域覆盖我不想开，就摁 OFF， 然后空格，开眼，区域覆盖这个线就没了，对不对？我们这回再打印开眼 ，Ctrl 加 P， 然后上一次打印，窗口预览一下。区域覆盖的线没了，对吧？啊，这回咱们空格回去了。那这个呢，就是怎么样把区域覆盖的线给它隐藏了啊？现在呢，这些在模型中，基本上我们在模型中呢是把这个平面图绘制完，然后最后到天花图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这个布局中去绘制啊。这个是看个人习惯，因为在天花中的时候，就跟这个平面的时候，跟平面的关系并不那么太大。然后在这个平面中去绘制天花的话容易乱，所以说在绘制天花开始，我们就完全在布局中去绘制啊，是这样的。那像再回过头来，我把那个定位图中的这个地面填充图层得给它隐藏掉，对吧？按下小雪花隐藏掉，然后这个区域覆盖也给它隐藏掉。那个家具的图层已经隐藏掉了，回到这个原始结构图里也是啊，把地面填充隐藏掉，区域覆盖隐藏掉。这个里面应该是已经把这个家具的图层好像已经隐藏掉了。活动的家具给隐藏掉。好，这个就是我们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啊，这视频讲解完了。